你知道吗？海外华人的足迹遍布全球，总人口超6000万，在多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期视频聚焦全球华人最多的10个国家，澳洲排名第7，美国位居第4。第1名的答案出人意料，甚至让绝大多数人都跌破眼镜。这10个国家里，谁才是华人的第一聚居地？马上揭晓。第10名，英国。2024年7月4日，英国迎来了当年英国大选的投票日。在宣传造势方面，少数族裔群体中，除了印巴裔和非裔，还有一个特殊的族裔也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他们就是华人。为什么华人会在选票方面受到如此关注呢？显然，这离不开其日趋庞大的数量。以2022年为例，英国总人口数约6750万人，其中华人有47万人，占总人口数的 0.6%。这个数字听起来似乎很小，然而对于一个少数族裔来说，已经可以挤进前3了。英国华人社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当时部分华人因贸易活动来到英国。随着英国作为全球帝国主义强国的崛起，及航海业和贸易活动遍布全球，特别是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华人社区在英国社会中处于边缘的地位。进入20世纪，随着留学、工作和移民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华人选择来到英国。根据英国内政部公布的数据，1991年至2008年间，共有14万3500名香港移民加入英国国籍。这些华人主要分布在英国的大城市，如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格拉斯哥和利兹等。第9名，南非。这个位于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国家，不仅以其丰富的矿产资源闻名，也因其多元的文化而备受瞩目。这里还生活着一个独特的华人社群——南非华人。他们是非洲54个国家中人口规模最大的华人群体。截至2022年，南非总人口大约有5989万，其中华人有51万，占总人口数的 0.85%。这个比例相对于南非的总人口来说，不过是9牛1毛。然而，这看似小小的一群人，在南非的经济影响力却不可小觑。据估计，华人控制了南非零售和批发市场约 10% 的份额。华人企业直接或间接雇佣了超过10万名员工，对南非 GDP 的贡献约占 2% 至 3%。此外，华人企业在南非的进出口贸易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根据南非海关的数据，中南双边贸易额逐年增长，其中华人企业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19年，中南双边贸易总额达到超过300亿美元，华人企业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近年来，华商对当地房地产的投资也不断增加。现代化国际商城的兴起，标志着南非华人经济实力的迅速崛起。第8名，法国。2008年，陈文雄当选巴黎首位华人议员，并兼任巴黎13区副区长，似乎也在昭示着华人在法国日益重要的地位。要知道，法国的华人社区是欧洲最大的华人群体之一。据统计，该国总人口数在2022年约为6793万，华人数量达到了75万，占比超过 1%。其中大部分华人聚居在大巴黎地区，形成了如巴黎13区、美丽城和龙城唐人街等颇具规模的华人社区。此外，马赛、里昂、里尔、波尔多、南特、斯特拉斯堡等大城市也有相当数量的华人分布。法国华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随着全球化和国际交流的加深，大量华人因不同原因踏上法国的土地。1916年至1918年，法国政府与中国北洋政府达成协议，从中国北方招募了约14万劳工到法国战地从事后勤工作。战争结束后，虽然大部分华工返回中国，但约有3000人选择留在法国，成为法国最早的一批华侨华人。此后，不同时期的移民潮，包括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留学生、浙江温州和青田的石雕商人，以及70年代的印支华人难民等，共同构成了法国华人社会的基本族群。第7名，澳大利亚。在许多人的观念里，拥有财富与闲暇，能够移民海外工作生活，往往被视为中产阶级乃至更高层次的标志，象征着某种程度上的成功。以澳大利亚的华人群体为例，他们中不乏高学历人才，从事着如医生、律师、会计师等受人尊敬的职业，更有不少创业有成、自立门户的佼佼者。这些华人无疑已成为当地社会中属于最富有的阶层之一，过着极为奢华的生活，开着豪车，住着大房子。
他们的孩子也大多在最好的私立学校里表现突出，从小接受的就是精英式的培养，看上去一切都那么完美。但是澳洲华人能有今天的成就，可不是一步登天，这条路走过来充满了各种困难和不容易。自19世纪中叶澳洲金矿被发现以来，便有大量华人涌入寻求机遇，凭借勤劳与节俭迅速积累财富，影响力日益增强，却也因此遭遇了来自当地群体的排斥。19世纪末期的多次排华浪潮，乃至1901年白澳政策的出台，都是这段历史的见证。尽管该种族主义政策于1973年被废止，但长期以来的歧视与压迫，使得华人群体在政治上的话语权至今仍未完全恢复。时至今日，澳洲华人数量已超过140万，占近2600万总人口的 5.5%， 普通话也已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2大语言。然而，尽管人口众多，经济实力雄厚，澳洲华人群体在政治舞台上声音依然显得不够响亮，常常体会到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无力感。第6名是加拿大。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如果从人均收入这个角度来看，华裔群体是加拿大收入水平第2高的族裔，而排在第1名的是韩裔。要是按照学历高低来排个名次，华裔也稳稳地坐在第2把交椅上。正因为有这样的优势，汉语已经成为了加拿大的第3大官方语言。在多伦多、温哥华等地，汉语甚至已经跃居第2。中国与加拿大之间横亘着近万公里的浩瀚蓝天，尽管这段航程遥远，却并未阻挡加拿大成为长久以来华人青睐的移民与聚居之地。根据加拿大的人口统计数据，华裔人口如今已跃升为该国最大的少数族裔，总人数已接近200万，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4.9%。尤其是在大温哥华地区，这个由温哥华市及其周边多个城镇紧密相连构成的繁华都市圈，其华裔居民数量已经突破了5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了1/5，就连现任的温哥华市长也是一位华人。根据2019年的一项研究，华人投资者对加拿大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额达到了90亿加元，对当地房地产市场产生了显著影响。庞大的华人群体已成为加拿大的支柱，凭借其庞大的数量和独特的贡献，成为了加拿大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5名，新加坡。仅凭其735.2平方公里的狭小疆域与不到564万的人口基数，便傲然跻身于全球金融版图，紧随纽约、伦敦与香港之后，成为公认的第4大金融中心，是亚洲唯一一个获得所有主要评级机构 AAA 主权信用评级的国家。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这片土地上超过1半的居民都来自华人族群，然而它的官方第一语言却是英语。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离不开华人金融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当然，在新加坡的政坛中也不乏华人的身影。新加坡的前总理李光耀和李显龙均为华人，可想而知，华人在新加坡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第4名，美国。在很多新闻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但是，如果我们回望漫长的历史，从淘金热时期的先驱者，到修建铁路的华工，再到上世纪60年代新的移民法案开启了全新的时代，一代又一代的华人依然远渡重洋来到美国这片土地。特别要提一下的是，1882年美国还通过了一项排华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针对特定民族的移民禁令。该法案禁止所有中国劳工入境，并在1902年延期直至1943年。这个法案对华人移民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限制了他们的移民和居留权利，然而却并没有阻挡华人的步伐。那么时至今日，美国华人群体究竟已壮大至何种规模？他们的生活面貌又是怎样一番景象？据统计，截止到2022年，美国华人总人口已经达到了550万，占全国3亿3300万总人口的 1.66%， 成为美国多元化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在短短几年间，华人人口出现了激增，是美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族裔之一。华人移民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他们不仅创办了众多企业，特别是在硅谷等高科技中心，华人创业者的身影随处可见，为美国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此外，在餐饮、零售等传统行业，华人企业家同样表现卓越，成为行业内的佼佼者。第3名，马来西亚。没有华裔社群，马来西亚不会有今天的面貌。没有华裔社群的支持，马来西亚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这是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曾经说过的话。
他称赞马来西亚华人虽然只占整个马来西亚人口的20%多，人数仅有688万人左右，但华人在经济上的贡献却不容忽视。有数据显示，马来西亚曾有高达90%的税收贡献来自于华人开办的企业。从道理上讲，这样巨大的经济贡献理应让马来西亚的华人获得整个社会的敬重和公平的对待。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他们时常遭遇着类似二等公民的境遇。这种不公平的现象确实值得人们深入思考。排在第2位的是泰国。在许多国家里，华人群体虽然规模庞大，在当地各行各业里也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却常常难以真正融入本地人的生活圈，形成了非常清晰的群体界限。但是在泰国，这种情况却几乎看不到。泰国的华人不仅基本上都会说泰语，还喜欢用泰国风格的名字，甚至把泰国的信仰和文化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表现出很深的文化融入和归属感。泰国华人的数量非常庞大，这一点绝对不能小看。如果按照通常的算法来算，泰国华人数量已超过700万，占据泰国总人口的10%。如果按父母中至少一方为华人的标准计算，其人口已突破1000万大关。若进一步放宽至包含任何华人血统，则泰国近40%的人口及接近一半都可视为广义上的泰国华人。这背后的原因既非单纯泰国政府之力，也并非仅仅因为泰国生活的悠闲舒适，而是源于泰国本地人与华人群体之间历经长久的民族交融过程，以及彼此间持续的相互渗透与作用。这样的融合过程使得两个族群在文化习俗、日常生活等多个层面形成了彼此交融难以分割的局面，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共生状态。在宗教信仰方面，妈祖信仰作为潮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华人移民的脚步在泰国生根发芽，成为当地重要的民间信仰。每年围绕妈祖的祭祀活动不仅吸引了众多泰国华人的参与，也赢得了泰国本土人的重视与尊重。同样，春节这一中国传统节日在泰国也备受重视，无论是华人还是本土人，都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中，共同祈求新年的幸福与安康。而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其实跟泰国的民族和睦政策有关。该政策规定给予泰国华人政治待遇平等、社会地位平等及经商机会均等的各种举措，他们在泰国从未低人一等。总之，泰国华人与泰国本土人之间的文化融合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赞叹的高度。第1名是印度尼西亚，在2亿7600万的印度尼西亚国民中，有1094万的华人。虽然占比不到5%，但这里却居住着全世界最多的海外华人，几乎相当于台湾总人口数量的一半。然而，就是在海外华人最多的这个国家，却发生过极其严重的暴力排华惨案，其中最严重的2次，甚至导致了数十万华人遇难。回顾历史，从16世纪开始，印尼就沦为了荷兰的殖民地，被纳入其全球工业生产的原料供应体系之中。面对劳动力短缺的困境，殖民者将目光投向了华人群体。在荷兰殖民者构建的等级体系中，华人被置于仅次于殖民者的第2层级，其地位凌驾于土著居民之上。值得注意的是，众多华人农场的广阔土地，实则是从土著贵族手中被荷兰殖民者剥夺后重新分配给华人的结果。荷兰人的这一策略，并非仅仅基于对华人管理经营能力的认可，更深层次的，他们是将华人视为一种战略工具，在荷兰人与原住民之间充当矛盾缓冲与转移的角色。因此，原住民群体往往将华人视为荷兰殖民统治的帮凶。这种误解与仇恨情绪逐渐滋生蔓延。即便在印尼赢得独立之后，华人凭借长久以来打下的经济基础，手中依然握有巨额的财富，经济实力明显压过了原住民一头。这种经济发展上的不均衡，再加上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进一步点燃了历史上积压已久的不满与怨恨，成为推动排华惨案发生的重要推手之一。即便时间已经迈入了21世纪，印尼的民主化改革开始步入正轨，华人也开始取得了参政议政的权利，但历史遗留的问题依旧在深层影响着当地华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不知道今天介绍的这10个华人最多的国家，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欢迎在下面评论区告诉我们。看完这10个国家的华人分布，我们不难发现，华人的身影早已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凭借勤劳与智慧，在各行各业绽放光彩。从历史的风尘中走来，向未来的曙光中走去，华人的故事还在继续。
本期内容就到此为止了，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